副主委，可是啊，你看我又叫你副主委，就是说现在两岸的关系，我们要强化我们自己这边人的心防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法律上面的做法。那所以老公对我们的态度仍然是严厉的、很严苛，然后很拒绝的，就没有办法好好对话，没有办法交流。对。但是赖总统他就说，我们可以先从观光开始啊，我们好好的来谈。是。有人要跟我们谈吗？其实我先讲就是说刚刚所提到的老公对台的这个手法分化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他愿意跟特定的政党的立委来谈，他也特定的政党的县市首长他也可以去但他就是不愿意跟特定政党的立法委员、跟特定政党的县市首长，还有特定政党的中央官员来谈那这是我们非常不乐见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了所以我们还是会希望说回到官方对官方的对谈，这才是尊重民意嘛，尊重台湾的民意。赖总统的喊话，就譬如说观光的啦，或者是学生啦，就是两边的这个学生，所以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开水龙头了，两边都。其实我们已经相对应的释放一些善意了，但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学位生的这个部分，那赖总统在去年520的时候就提到说，希望学位生的开放可以回到疫情以前的水准那疫情以前双方是针对学位生的部分是开放的态度那学生的交流是很自然的。那疫情结束，因为疫情当然就人流就停止往来，疫情结束之后，台湾这边已经恢复了我们的学生到中国大陆去学位我讲是学位这一块但是中国大陆依旧还是没有开放。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到台湾来的学位生是0这个数字，是0观光也是00这个数字是很不正常的啦，因为你再怎么样0一定是政策阻挡才做得到。对，观光也是。那观光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会看到说两岸的人流往来台湾在疫情结束之后，去年2024年大概去了250万左右。那中国大陆来台湾的那大概是在30几万那这个数字来讲，30几万大多数还是从第三地。或者是专业交流申请，像刚刚所提到的马龙他们会用这种专业申请的部分所以观光的这一块来讲的话，基本上只开放了福建到金门跟马祖，所以台湾这第二个0到台湾来自由行的这个人数也是0，所以我到欧洲去，到美国去也是讲这两个0两个 0。外国人听了下巴都要很故意耶，下巴都快掉下，说怎么可能？他就在你们的旁边，刚刚过来你们旅游，这边怎么可能是0？你们又是一个这么漂亮的地方，自由民主的国家，怎么会是0？所以唯一能够做得到0，是因为政策主导。那他既不放人来，他也不跟你谈，然后跟你谈的时候又说用双城论坛的时候让上海去跟台北谈。他问题明明就知道说观光是中央政府的权责，所以他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想要分化，然后来削弱中央的权责。削弱执政的这个权利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说，国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要团结啦。那不是我们不开放，或者不是我们不谈，是他不跟我们谈。那他又我们很想谈，对，你都不跟我谈。对，那他又选定了他想要谈的对象，问题是那个对象又我们又还没有授权，或者是他在我们的法令上他就没有办法，没有那个权利去谈。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谁是恶意操弄交流？僵局僵掉了。谁在恶意操弄交流就很明显了。你刚刚提到了海底电缆这件事情，我们最近的海底电缆被这个拉断，对。然后老共的讲法就是说，这你们故意炒作这个话题啊，你们根本就是在抗中，都民进党坏。那这件事情你们的掌握是，他真的是刻意的吗？如果说只有台湾在那边讲说可能是老共的这个作为然后他骂说是我们在那边这个逢中必反，对，那也就算了。问题是今天大多数海底电缆被挖断的国家，爱沙尼亚这样讲，瑞典这样讲，然后德国这样讲，连驻台的芬兰的大使也这样讲。我们有可能去影响说跟芬兰大使说套好说，明天帮我们讲一下。哇塞，1450统治地球了，哇，全部都。所以只要是有海缆被挖断的这个国家，他们都发现说，被挖断的当下都是有中国的船只或者是全一轮然后在这个地方游走，而且航线都极不自然，不该下锚的地方下锚然后这个下锚之后又拖行的这个距离就都很不自然的这个现象。我们去看他的那一艘全一轮，就是那个新顺39号，他在那个海域上面的那些3个月的那个行经他在那个附近嘛，抖，他是在织毛线一样。对啊，他是在画什么图案吗？还是在释放什么外星人的讯号吗？对。不然你看他那个航线图，就是极不自然啊。对。那你一艘全一轮你去挂了一个科迈伦跟坦桑尼亚，然后结果说你发现上面的人全部都讲中文，全部都讲中文。所以
然后你说，非洲人很好学哦。然后老公就说，这又不是我们的船，是坦桑尼亚的船，那喀麦隆的船。问题是船东是中国的，对，水手也是中国的。可是问题就在于说，他不断的在全世界这样子到处导弹，没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防范说，你不要再给我乱割这些电缆喽，因为他挂的是喀麦隆级的船啊，所以我们其实就只能说啊，你又弄断了，那我们赶快修，只能这样哦。相对来讲当然是被动一些，不过我们也当然会希望，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前一个阶段所聊的，就是国内的连国内制定法律来防范都成本浩大，更何况是要国际上共同来去修法，更困难哈。所以我只能这样讲说，你面对到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跟你一天到晚跟你出怪招的一个对手哈。那我们当然还是会希望说，就把它定位为是所谓的灰带冲突，或者是灰色地带的这样子的一种国安压力。那我们自己要怎么防范？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奇怪的船在那边乱织毛线的航机的话，那我们有什么方式把它赶走吗？可以，当然就是说我们也是一样针对，因为我们现在可以针对中国的船只在特定的海域里面去进行一个驱离的这个动作。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如说权益轮那什么叫权益轮？权益轮是什么？权益轮其实就是说，它虽然是中国船只但是它可以依法的去申请其他国家作为注册，它就变成它的商家是在其他国家的这个身上，可能缴比较低的税，或者可以聘用到比较便宜的劳工了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啦，我只能这样讲民主国家能做的当然是碰到非民主国家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我们的工具是比较有限。但我们现在能做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就是联合其他的在周边海域的国家，比如说日本东京，它有一个黑名单。那其实我们也有一个黑名单，就是全一轮的黑名单。那我们彼此之间赶快去沟通一下讯息，或者跟韩国沟通一下，还有菲律宾沟通一下讯息。那么我们赶快把这个黑名单建立起来。那这个黑名单的这个船只，当它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提早去做一些因应跟防范。可是他如果他知道我在黑名单上啊，我今天挂喀麦隆，我换一个国家挂，对，当然可以，他们也可以变啊。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做比较相对被动的一个动作，但是总是好过什么都不做。再来的话，我们也不断要透过社会上还有国际上面的舆论了。那我相信北京还是会感受到压力，不然他可以不用回应我们。他感受到压力，他就必须要出来讲说：“哎呀，不是啊，这不是我们海底电缆被勾坏，很正常，到处都有。今天不是我们在做的。”但当你全世界越来越多国家劣迹斑斑，当中国的船只劣迹斑斑，全球都看到说越来越多，变成是一个模式的时候，那我觉得中国就必须要负起它在商业行为上，甚至是安全的这样子的一个胁迫其他国的这个行为上面的一个道义跟责任，还有压力，因为他的这种战狼式，过去战狼式的外交，可是他们不会有压力啊。我的意思说，就算我们所有的这些被破坏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他抗议，他也不痛不痒如果未来啦如果未来当大家还是会觉得说这个真的已经是构成了很严重的国安问题的话，然后开始对他来进行一些制裁，我相信会有效果啦。进一步的去对他的一些海运公司、船舶，甚至是进行查处、扣船、罚款、天价。那你天涯海啸也抓到你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就是不断的去寻求一个不只是国内的，甚至是全球的民主国家的一个共识，跟波罗的海的国家一起来合作然后跟我们这个东北亚、东南亚的国家一起来合作。那我相信了总有一天会对于中国来讲，会形成在国际上面一个巨大的这个压力。没有信心，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毫无压力，没有在尽什么国际上面的责任跟义务我们常常都讲说，中国就是撒币还有撒野这个他就是对非洲国家大撒币然后又派一个卢沙野在法国大撒野所以他在国际海域上面的这些撒野的行为来讲，那其实世界民主理念相信的国家看在眼里的话，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看不下去的时候，终究会对于他来讲在撒野的这个动作来说会有些压力。比如说卢沙野，他后来也收敛了一些嘛，也收敛了一些。当他发现说他在法国不受欢迎媒体都不邀请他来去讲一下中国的好故事的时候，他会稍微收敛一点的。那如果说这一些这个全一轮劣迹斑斑有越来越多的市政都指向中国，然后越来越多的国际舆论的压力都指向中国的话，他还是会承受一些压力的啦。